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10章。两个男孩向村子跑去，非常害怕，说不出话。他们常常回头看，好像怕有人追他们。他们在路上看到的每棵树，都觉得像一个人，像一个敌人，让他们没有力气。他们跑过村子附近的房子，狗叫的声音让他们跑得更快。如果我们能在没有力气以前跑到那个地方就好了。汤姆断断续续地说，没有力气，我快要受不了了。哈克的喘气声是唯一的回答。两个男孩看着希望的地方，努力跑过去。他们快要到了，最后，他们一起跑进门，倒在地上。他们很高兴，也很累，在里面的阴影里，他们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。汤姆小声说：“哈克贝利，你觉得这件事会怎么样？如果罗宾逊医生死了，我觉得这件事的结果是上吊。”真的吗？我确定，汤姆。汤姆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谁会说这件事呢？我们吗？”你在说什么，汤姆？如果发生了一些事，印第安人乔没有被吊死，他会杀了我们。这件事是真的，就像我们在这里一样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哈克。如果有人要说这件事，就让马夫波特说吧，因为他很笨，而且他总是喝酒。汤姆没有回答，继续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哈克，马夫波特不知道这件事。他怎么说呢？他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印第安人敲打他的时候，他被打到了。你觉得他能看到什么吗？你觉得他知道什么吗？你说的对，我没有想到。而且，也许打他的时候，他就死了。不会的，汤姆。他喝了很多酒，我看到了。而且他总是喝酒。你看，我爸爸喝醉的时候，你打他的头，他也不会怎么样。他自己也这么说。马夫波特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没有喝酒，也许被打的时候就死了。谁知道呢？又一次安静以后，汤姆说：“哈克，你确定不说吗？我们必须这样。你知道的。如果那个印第安人知道我们说了这件事，他会杀了我们，就像杀死2只猫一样。汤姆，我们必须发誓。我们必须发誓不说一句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哈克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握住我的手，发誓。不行，这件事不一样。发誓对小事有用，特别是对女孩，因为他们会说出去。这件事必须写下来，而且要用血。汤姆很高兴，这件事很神秘，很可怕。现在的时间、环境和地方都很好。他拿了一块木板，放在月光下。他拿出一个东西，努力地写下面的话：哈克芬和汤姆索亚发誓，不说这件事。如果说了，就死掉。哈克贝利觉得汤姆写字很容易，而且写得很好。他拿出一个针，要扎自己的手指，但是汤姆不让他扎。不要这样做，他说，针是铜做的，可能有毒。那是什么？是毒药，你吃一点就会知道。汤姆拿出一根线，他们都扎了手指，挤出血。汤姆用自己的手指写了他的名字，然后他叫哈克写 H 和 F。发誓完成了。他们把木板埋在墙边。他们觉得他们不会说这件事了。有一个人从另一个地方偷偷地走了，但是2个男孩没有看到。汤姆，哈克贝利小声说：“这样我们就不会说这件事了吗？”当然不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能说。我们会死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这样。他们继续小声说话。突然，一条狗在房子旁边叫了起来。2个男孩很害怕。这条狗是为我们2个人中的哪一个叫的？哈克贝利说：“我不知道，看看那边。快！不，你去看，汤姆。我不能。哈克，快一点，汤姆。”
他又叫了。啊，谢谢，我知道这条狗它是布尔哈比森，我很高兴。我太害怕了，我以为它是一条没有主人的狗。狗又叫了一声，两个男孩又害怕了。上帝帮助我们，那不是布尔哈比森。哈克贝利说，看看，汤姆，看看。汤姆害怕地看着那边，小声说，哈克，那是一条没有主人的狗。汤姆，它是为我们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叫的？可能是为我们两个人叫的，因为我们在一起。啊，汤姆，我觉得我们会死。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哪里。我太坏了，我活该。我不应该逃学，不应该做的事。如果我想，我可以像西德一样好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会好好学习。汤姆开始哭了起来。你坏。哈克贝利也开始哭了起来。汤姆，你比我好多了。上帝啊，如果我能有你一半的运气。汤姆说，哈克，看看，他没有看着我们。哈克高兴地看着那边。是真的，他刚才也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是这样。但是我没有想到。太好了，哈克。现在他是为谁叫的？狗不叫了。汤姆听着。嘘，那是什么？他说，好像是猪叫。不是有人在睡觉。汤姆，是吗？在哪里，哈克？我觉得在那边，好像是睡觉的声音。我爸爸有时候和猪睡在一起，他睡觉的声音很大，而且我觉得他不会再来这个村子了。他们又想去冒险了。哈克，如果我走在前面，你敢去吗？我不太想去。如果那是印第安人桥呢？汤姆害怕了。但是他们又想去，所以他们决定去看看。如果睡觉的声音停了，他们就跑。他们轻轻地走过去。他们离睡觉的人还有5步的时候，汤姆踩到了一根树枝，树枝断了。那个人叫了一声，动了一下，月光照在他的脸上。那是马夫波特。刚才那个人动的时候，两个男孩很害怕，但是现在他们不怕了。他们又轻轻地走了，然后他们停下来，说再见。狗又叫了起来。他们回头看，看到那条没有主人的狗站在波特旁边，看着天空，它是为他叫的。他们一起说，汤姆。他们说一条没有主人的狗在约翰尼米勒的房子旁边叫。2个星期以前的半夜，一只鸟飞来，停在栏杆上。那天晚上唱歌，但是那里没有人死。我知道，即使没有人死，格雷斯米勒也没有掉进厨房的火里，然后被烧了吗？是的，但是他没有死，而且他们说他好多了。等着吧，你会看到的，他会死的，就像马夫波特会死一样。黑人是这么说的，他们知道这件事，然后他们分开了。汤姆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他小心地脱了衣服，然后睡着了。他很高兴没有人知道他出去了。他不知道西德醒了，而且醒了很久。汤姆醒来的时候，西德已经穿好衣服，不在房间里了。汤姆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叫他起床？他觉得不太好。他很快地穿好衣服，下楼了。他的家人还在吃饭，但是他们已经吃完了。没有人说他，但是他们不看他，而且很安静。汤姆觉得很害怕。他坐下来，想要高兴，但是没有用，没有人笑，没有人回答他。他的心情很不好。吃完饭以后，他的阿姨带他去另一个地方。汤姆以为他会打他，但是他没有。他的阿姨哭了，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让他这么伤心。他说他不会再管他了。这件事比打他更让他伤心。他哭了，说对不起，答应以后会变好。最后，他觉得他的阿姨没有完全原谅他。他太伤心了，不想对西德生气。他慢慢地走到学校，因为他昨天逃学了，
所以他和乔哈珀一起被打。他觉得很伤心，不在乎被打。然后他坐下来，看着墙，他觉得很痛苦。他的胳膊下面有一个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了那个东西，是一个东西包在纸里。他打开纸，他觉得很难过，那是那个东西。这件事让他更难过了。